那在我旁边呢，相信观众朋友们也很熟悉啊，就是我们的策划大大。Hello，大家好。好久不见啊！上一次见面还是在上一次。对的。那我们我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呢跟大家一起来看前瞻了。首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次直播的模块内容，分为庄园盛会、五载之妖、记忆余烬上篇3个部分的。今天可以说是含金量满满的。除了大家非常关心的周年庆时装和奖励之外呢，还有关于主线部分记忆余烬的内容。当然，直播中呢也会抽取幸运儿，获得我们的一个奖励的。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哦。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第一部分爆料，庄园盛会吧。OK，那首先第一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的周年庆环节。那首先是迎来的是我们的周年时装返场。5周年的时装返场投票呢，会在3月16日至3月21日期间进行，依旧会使用去年的一个规则是吧？对，然后我们会分商城时装和精华时装2个赛道进行投票。商城时装有6件，精华时装有2件，并且设有额外的返场池。额外返场池呢，就是连续2年没有被投出来，今年其实属于前2名的会直接返场。对，然后另外按照我们的一个返场规则。我们今年的奇珍时装医生的往希对，他就不参与这次投奖，对，因为他已经连续2年返场了，所以这次不会进入这个奖池。没错。那大家听到了吧？注意了，记住是3月16日起就可以给自己喜欢的时装进行投票了。单日的话，拥有5次投票的机会，详细的票数奖励可前往投票页面查看。那么今年直接返场的时装是什么呢？就是直接返场的，就是前2年的那个周年庆时装，有囚徒，还有小提琴家。对，囚徒的灵犀妙探和小提琴家的孤月骑士，以及他们的随身物品，对，都会直接返场商城。是的。那除了以上2套我们按规则来也知道的这2套时装之外呢，还有别的返场时装吗？还有的就是大家也知道我们的速回系列和象牙塔系列的时装，其实也都会在本次那个周年庆期间返场。速回系列呢，包括了小提琴家杰克、红蝶，然后约瑟夫然后摄影师然后那个还有医生、守墓人大副。那象牙塔系列呢，包含了空军、园丁、佣兵、调香师、医生希望大家不要再错过。对，没错，像这些系列我们是知道的。那今年的话，这些系列会出新的时装吗？会的。其实之前有卧谈会有小的透露了一位，对，就是风眼。那首先这次的那个速回系列的新时装就是风眼的测量者，然后象牙塔系列的新时装是囚徒的怪咖。然后这2件时装呢，它是在4月6日上架商城，那返场呢是在3月23日。对，2个时间是不一样的，大家可能要关注一下。风眼，这也太帅了吧！对，这是年轻的样子。年轻的时候的风眼是这样子，是的，有了头发对，就是会有一定的，就不会有一些像我这样的困扰。确实，毕竟风眼之前的时装的风格是另外一种风格，虽然也很好看非常的好看。那大家一定要留意我们的一个时装了。那除了我们这些之外呢，我们这些以上是我们周年庆的一返场信息嘛。详细的返场内容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关注我们第5人国官方社交媒体平台那接下来了，我们刚才聊了一些周年庆返场的一些时装了。那周年庆到底有什么福利能带给到我们的玩家们呢？OK， 那我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公布。那首先是周年必备的，会有一个限时的充值返利。那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还有那个生日赠礼，就是时装的6折卡。然后还会开启全角色的限免，以及就是大家登录就会可以领取的10个那个赛季精华3的宝箱，对，就周年庆宝箱，对，可以登录就可以直接领取10个。然后另外呢，本次其实我们还更新了那个1500天的累计登录的奖励，以及就是我们累充的新档位也会在本次一起上。这部分就是一个累计登录奖励。它是包含了那个限定的动态头像框，888线索，还有888的一个灵感。对。然后累充奖励呢，其实是包含了25000那个25000档和3万档2个累充奖，一次更新了2个。对，这里面之前我们就觉得出的比较慢，这次的话一口气更新了2档。对。然后它包含了求生者的一个通用的奇珍挂件，奇珍随身物品，那包含了那个西式，还包括了那个西式的一个家具，
对，以及就是全新的动态头像框、动态头像，还有就是个人档案背景、聊天气泡、头像特效、金色标签等奖励，以及会有6000灵感，就2个档位加起来一共有6000灵感。对，一个档位是3000嘛，2个加起来就是6000灵感，对。然后具体的档位详情就关注后续内容公布。哦，可以的，可以的。那这个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也是非常关心这方面的内容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可以留意一下哈。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什么别的一些活动呢？其实大家非常关注的是周年庆宝箱嘛，但我们先卖个关子，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在预热环节还有一些什么内容。首先是那个活动商城会迎来，就是在周年庆这个节点会迎来一批道具的返场，那就是以下的一些个性动作、独特的随身物品、涂鸦。然后呢，友好度商店我们会更新一个全新的双人动作嘛，就是对，Give me five 是我想的那个机长是吧？对，就是机长，对，然后它是那个预计是4月6号上线，然后这个机长是一个求生者通用的双人机长动作，就通用的，大家都可以参与的。是的，是的。然后为了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呢，希望把这种快乐传递出来，以及就是我们确实是5周年，所以 Give me five，对，然后我们会把这个新的双人动作的限时体验卡会通过微博签到，还有哔哩哔哩周年庆活动征集的形式发放给大家，到时候就可以通过活动直接能领取，就提前先体验。对，如果大家就是在游戏里因为那个比如说友好度不够无法兑换，那么也可以通过那个微博签到来直接领取这样的一个奖励。也就是获得的方法很多很多。对，还有一些还有一些征集活动，对吧？对，是的，是的。就是那个我看到之前有很多我们的一些 UP 主创作了非常多的一些2创视频啊，包括这个动作，我相信也会有很多的一个 UP 主的一个创作啊。那除以上内容之外，还有什么福利呢？预热阶段其实还有一个福利啊，不知道就哈皮有没有印象？就是去年 COA 线下曝光过一个特别大的那个万川渡万川渡人的雕像，然后呢，我们这次就是在这个节点。然后会来正式宣布这个雕像本身的那个实体雕像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发放形式。那这款具有纪念意义的一个万川渡人的雕像呢，我们会把首批雕像赠送给之前合作过的艺术家们，感谢他们对于第5人格的支持。当然我们不能亏待我们自己的玩家和粉丝，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游戏内也是时装了配套的一些内容，包含了西式品质的万川雕像的家具。还有奇珍随从巴丰特，以及就是会有专属的头像框和动态头像。那万川渡人是直接返场的是吗？对，是的，就是因为伴随着这活动上线，其实万川渡人的时装和他的随身物品会直接返场。那我们要怎么才能获得这些家具啊、随从啊、头像框之类的呢？这里的头像和头像框，其实通过那个3月23号上线的一个对战活动就可以那个获取。然后呢，奇珍的随从和西式的家具是上架商城，这里既可以用回声购买，也可以用线索或者是碎片购买，就是家具用线索，随从用碎片嘛。也就是我有，也就是我有。然后呢，商城就是刚刚所说的，就是因为会返场那个万川渡人的时装，还有配套的随身物品，对吧？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优待，就是当我们拥有万川渡人时装的时候，我们可以获得这个家具，还有这个随从的回声优惠券。也就是有个折扣。如果你有了万川渡人之外，就更容易获得其他的一些。对，之前如果购买过的话，其实就可以获取。那如果我这块也是觉得，如果大家确实碎片和线索不够，想要去回声，那这边其实也可以去省一点。对，如果有之前的那个捷克时装。对，我的理解就是，我本来就有了，我就可以领取这个折扣券了。是的不过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我们这个活动是那个限时，然后所有的内容上线之后，其实是一个限定的，以后就不会再返场。对，这个是跟这个雕像是一样的。就是首批内容，游戏内。懂了，就是一个我们雕像这个配套内容，后面的话呢，可能就没有返场了。是的，后面可能就是跟随雕像本身。对，但是目前的雕像其实只有首批是送给艺术家们的。对，我懂了。那我们刚刚聊完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我们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非常想要知道的了。就让我们策划大大来给我们介绍本次5周年宝箱时装角色以及礼包时装角色吧。OK，
这个就是刚刚所提到大家是最关注的一个内容。那首先是这次宝箱周年庆就是梦之女巫的稀世时装信使，勘探员的奇珍时装矿业董事，以及昆虫学者的奇珍时装动植物学教授。梦之女巫，对，然后这个梦之女巫它是一个人形态的。哦，那就是跟富江是那种类型的，对吧？对对对，就跟富江是一样的，它是一个人形态，没有那个尾巴。对，哇，这一次确实，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没有猜到，因为我自己呢也听了很多观众跟我说啊，可不可能是这个，可不可能是这个，但是我都没有听说过是梦之女巫的，所以我还是比较期待这个。对，是的。那还有呢？然后周年庆的礼包本身是小女孩，对，小女孩的欧律狄克以及配套的奇珍随身物品。那这个宝箱大概什么时候会跟大家见面呢？宝箱和礼包都一样，都是在3月30号的时候跟大家见面。我们3月23号其实就会开启预热的活动。那3月30号本身呢就会上这个宝箱，还有这个礼包。那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小女孩嘛，之前是我们去年的一个剧情的角色嘛。那她背后有什么故事呢？就我们周年庆这一次的故事大概怎么样呢？OK， 我们周年庆这次因为这次是一个5周年，然后我们其实没有延续之前就是我们做过的像那个真理之下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因为我们希望能给大家一些不同的体验，因为第5的5周年，对我们也会觉得比较重要。然后这次的周年庆我们也是让侦探回到一切故事的起点，就是我不知道 Happy 有没有参加过那个就是刚开始的公测会有一个侦探会有一个房间公寓，对，那个公寓，然后呢他相当于会在那个公寓里再次收到一封邀请函前往庄园。那这次其实他会跟玩家们熟悉又陌生的宾客聚到一起，然后在那座已经变得非常不同的庄园，然后在这个特殊的游戏里面轮流扮演奥菲欧里面的角色。奥菲欧就是我们这次的一个整个的周年庆故事主题，对，然后共同完成这个故事赋给他们身份的一个使命。然后我们这是一个总体的一个主题。那么活动本身它是分为剧情活动以及它本次会新增一个玩法。那这个玩法呢，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玩法视频来了解一下，就是一个预告了解一下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好的。OK，Happy， 你能不能看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个玩法？这个玩法有点社交属性的哈。对，就是比较熟悉的狼人玩法。对，然后呢，这次的宴会上，其实玩家们也可以就是通过匹配，然后参与这个玩法，它是一个多人的。那这个玩法里面呢，会有那个若干个幽冥阵营，然后呢，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狼。然后幽冥阵营的目标是淘汰指定幸存者。然后还有一个阵营是人间阵营，人间阵营的目标是保护幸存者不被幽冥阵营淘汰。对，当然，然后每个人其实都会有一些特殊的技能，然后来帮助自己的阵营获得胜利。对，那这个玩法有点，就像有些比较像我这种比较沉默的真的吗？沉默吗？比较内敛的，可能这个，那我要怎么样才能跟其他的人沟通呢？OK， 我们其实也是为了满足不同就是需求的侦探去使用嘛，我们设置了3种方式，一种是语音就第2种就是固定句式，第3种是打字发言，可能后2种适合对吧？你所谓的内敛的，对，内敛适合我OK， 是的，居然也可以在我们的第5人格里面体验到狼人的玩法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不过我还是想替有些观众问一下，因为有些观众可能确实是比较害怕去跟其他人沟通交流的，那他们如果不想玩这个模式，能不能获得我们前面的活动奖励呢？当然可以，就是我们就是考虑到不同侦探的一个需求，我们呢也可以通过就是这个玩法本身它没有专属奖励，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匹配还有排位去获得所有的奖励。对。这就很人性化了。是的，就可以不玩，对，可以不玩。但是对于喜欢社交，或者说喜欢这个类型，或者说喜欢一些这种主题的一个内容，我觉得是可以去体验一下。对，没错。
那刚刚是我们的一个多人的内容哈，那我想问一下啊，多人内容有了，单人的内容有没有呢？单人内容也是有的。哎，哈皮以前是不是在做周年庆活动？有没有玩过扫雷？哦，玩过，我绝活啊，真的吗 ？OK， 我真绝活。这次也会有一个全新的小玩法，是黑白棋。哦，黑白棋。然后，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这个黑白棋的一个那个玩法视频。OK， 除了就是这样狼人玩法和黑白棋这样玩法以外，其实还有我们最重要的剧情故事。然后剧情故事这边我们就先卖个关子，然后我们主要讲一讲它能获得什么奖励。对，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周年庆的剧情活动获得以下的一些奖励，它包括了剧情头像，然后头像框，还有活动的家具、黑白棋盘，然后以及那个活动的独特时装，还有个性动作解锁卡、活动菜品以及独特的一个随身物品。好，那就是反正前面的一些具体点详细的就点到为止。对，那后面的奖励呢，我没看到啊，里面有个奖励黑白棋盘，它是就光放在这里吗？还是有什么互动作用的？其实我们看到刚刚的一个黑白棋玩法，大概其实就能 get 到了，就是这个黑白棋盘的一个家具，它就是能够开启这个玩法。对。然后我们就是目前是可以在这个龟速里面去单人去体验，也可以多人体验。然后邀请朋友过来。对，然后后续我们会开发在那个匹配过程中，龟速等待的时候也可以体验。就是可以消磨一些时间了。对你可能会比较比较适合我，确实。对 ，OK。那还有什么别的一些设定吗？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其实过春节的时候呢，也喜欢玩烟花什么之类的。对，然后大家都非常喜欢有仪式感的内容，然后我们这次也是出了一个周年庆版本的烟花房间，然后是以5周年的这个生日作为一个主题，然后大家可以在4月6号到4月12号的期间邀请好友来这个烟花房间进行互动拍照，共同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纪念我们的5周年五宝的5周年，对，人格5周年，对。那这刚刚也说了，奖励也看了，其实有个东西好像我们都挺在意的。解锁卡那是奇珍时装奇珍时装就紫皮卡对吧？对。OK， 我们刚刚其实是讲到了一个剧情的奖励，其实还没有讲到所有的奖励，就是我们每年的周年庆的活动，其实都在奖励方面会有剧情的奖励以及那个系列奖励。两边对系列奖励其实通过那个周年英文的签到、对战任务等活动就可以解锁一些奖励内容。那这部分呢是它包含了一个5周年的主题涂鸦，然后独特品质的时装解锁卡，然后角色解锁卡、等待动作解锁卡，5周年的活动头像以及奇珍时装的解锁卡，就紫皮卡就在这里。对，这个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包括我也是比较注意的。我看到前面那个奖励，怎么好像感觉缺了点东西？但是没有缺，因为这个确实我们每个玩家都非常希望想要有的。那今年的奖励呢，也确实很丰富哦。那我们如果想要去回顾前面的详细的内容呢，可以关注我们第5人格的社交媒体平台慢慢留意。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上面的这些活动，它在7月23日就会正式开始。对，然后那个像那个狼人玩法，它是在3月23日，对，3月23日，对，然后狼人玩法是在3月30日。OK，那我们知道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一个内容了啊，大家周年庆的一些相关内容，大家可以去留意我们第5人格的微博社交平台去留意一些详细内容。那么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现场的观众比较喜欢的环节了，就是我们庄园幸运儿的抽取时间了。在观看周年庆前瞻直播同时发送弹幕，记住哈，是发送弹幕。第5人格5周年快乐即可参与回声礼包抽奖，我们将在每个平台分别抽取5位幸运儿，获得6480回声大礼包的。心动不如行动，真们赶紧参与吧。
啊，这个我相信现在弹幕都可以刷起来了。对对对，不要错，千万不要错，是第五人格5周年快乐。我也想拿出手机来刷一下。我也想，我也想。那我记得啊，这个去年的时候呢，游戏内呢也是进行了一定的优化的，对不对？对。那我们这一年呢，也有很多玩家提出了很多建议，例如什么训练模式，能不能希望新增的一个双人的这么一个训练模式？OK，就是我们每年周年庆，其实也不止周年庆，我们平时都会在每周的版本都会或多或少更新一些优化的内容。那周年庆其实也会有一批内容优化内容放出，比如说 Happy 你刚刚讲到的双人训练模式。对，大家都知道我们之前是有一个单人训练模式，它的目的主要是熟悉技能，对吧？熟悉角色技能。那双人训练模式其实可以让2个人共同进去，然后它可以实现一个。对，它可以更灵活的测试，还能实现求生者和监管者的1v1，这个也很有意思。然后甚至可以用 AI 去填充剩下的3个求生者空位。确实好。然后第二个就是阅历奖励的自选。我们现在已经20多个赛季了，然后有一些就是新来的那个玩家，或者说是一些角色粉，可能对于被排在后面的一些等待动作或者角色涂鸦。其实是觉得很难获取，所以我们这次是加了一个自选，那就是到了涂鸦和动作位的时候，玩家可以指定是第1个赛季呢，还是20多个赛季都可以。我的理解就是我不用排着队来了，对，我喜欢的，假如是这个赛季的，我就可以获得了，就直接选定。是的。然后第3个呢，就是个性动作加入第3页这个也是大家提了非常多的，目前确实是。满足不了这样的一个诉求吧，所以就是我们增加了第3页，可以携带更多的动作进局内或者涂鸦。对，感觉明年可能要4页才行了。OK 然后最后是那个推演任务，这批也是进行了一大波优化。其实从去年年底开始，然后直到上一周，其实我们也陆陆续续优化了不少推演任务。部分就是一直有关注推演任务的，可能会觉得有一些确实变得合理了，当然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这次也会再集中的去进行优化。那我们优化的目的其实也是引导新玩家或者引导大家去进行角色的使用，导向一个胜利的一个局面，并不是为了刷一些东西，对吧？对，那其实会非常难受。对，确实优化了很多，让我想起之前厂长牵气球去那个开柜子牵气球，那个确实比较难OK， 现在已经优化了很多了。那除了一些游戏里面的一些优化我作为一个排位玩家我个人呢比较关心对局内有什么变化呢？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平衡性嘛，对吧？对。这次就是因为这次周年庆曝光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把所有的那个数据，包括班选率，直接在直播中呈现。当然那部分到时候会在社媒平台去发放。那我们就直接来进入主题，我们看看调整了哪些内容。对，然后这次调整的整体思路其实就是依据之前的数据，如果有超模的，或者说是有过于弱势的，我们就会进行一些调整，然后以角色调整为主吧。那首先其实首当其冲的其实就是大家非常也比较了解的，像勘探和股神嘛，对吧？这2个角色我特别喜欢你特别喜欢？对OK 好的。然后勘探这边主要是之前的一个3连过于强势嘛，这边其实是一定程度限制了这样的一个能力。对，然后古董商那边其实是削弱了部分数值吧。然后包括机械师、囚徒，然后舞女。然后会有一定的削弱，冒险家这边是有了一定的增强。这个是增强了，因为它就不会浪费掉前面挖的树叶。是的，然后像博士、聂西然后鹿头和速散都有了或多或少的一些小增强吧。对，那天赋方面呢？我看到韦伯定律要调整了。韦伯定律确实非常的强势，在配合飞轮、配合 OB 位，其实就是能够带来非常强的效果，所以这次有了一定的削弱。然后关系场还有那个陈以正这边也是有了一定的调整。对，就是就是或多打团。对，是的。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那个落地是有了一个加强，这个确实很实用对，因为高低差的场景确实目前来说对于监管者还是非常的劣势，所以我们对这个天赋还是进行了一个加强。是的。然后所有的那个平衡性数据，大家可以在直播后去那个官方的一个社媒平台去那个查看。对，就像之前一样，把所有的胜率那些都列出来。对，包括那个
那个班选，包括那个各个段位的。那这些数据其实也是我们所调整的一个依据嘛。当然确实还有一些角色可能大家觉得会需要调整，但还没有轮得上。对，那我们也会尽快去把这部分给做出来。好的。那以上就是本次战斗调整和平衡性数据的更新啊。那么最后一部分就是我们之前提过的内容，真理之下周年礼盒。今年的礼盒是谁啊？我们之前没有做那个就游戏内的主题，这周年庆活动主题没有做真理之下嘛，但是这个礼盒还是会正常的推出的。那这次真理之下平行世界新成员是入殓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那个本次的一个主角。然后呢？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个新的一个成员，那会在真理之下。对，你看他肩膀上有什么？对，你可以那关于这个新成员在真理之下平行世界会发生什么故事呢？我们可以敬请期待。那关于就是说时装的实际的一些更详细的一些信息包括礼盒的内容以及预售信息，我们可以关注后续的一个审美平台的一个公布。对。好的，就是现在点到为止，先不透露太多了，到时候呢，大家想知道了，记得留意我们第五人格一些社交媒体平台。好的，那么第一部分庄园盛会呢就到这里结束了，这只是我们的第一部分咯，接下来就是揭晓我们的第二部分的内容了，五载之妖。听这个名字，五载之妖，是不是我们庄园又有什么新的伙伴来了？是的，五载就是我们的第5年嘛，对，五载之妖邀请了新的朋友来一起为我们庆祝5周年的生日。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一个国服限定联动非人哉。然后第五人格呢将和超人气国创 IP， 然后非人哉进行联动。然后联动的后续情报就是需要关注官方社媒平台，我们也是借周年这样的一个节点来宣布了这个事情。对，然后呢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 KI 上校KFC 联动，那这次他也是跟我们一起庆祝第5人格的生日，然后这部分是确实是在周年庆期间会真正会上的。就是有口福了。有口福了，对。那可以就讲一些内容嘛，具体的，对不对？不要点到为止了。OK。那因为这个东西，就 KFC 这次会在周年庆期间上嘛，那我就透露一些具体的内容好了。本次联动的角色是我们的格雷斯鱼女。鱼女会作为甜心主图，就代表甜品甜心主厨，那和大家见面。然后呢，以及第一弹我们之前合作推出过的调香师的 Miss K 和 Lady K 时装也会在本次联动期间返场。然后它的这个调香的这个2件时装的返场形式跟上次是一样的。就规则都是一样的，跟之前都是一样的。对。然后也是借由这个我们跟 KFC 的再次联动，所以可以返场了。对，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对，然后再次返场。对，那我理解了，反正就是之前联动的，我们这又重新联动了，那我们就可以在一起获得了。对，就想要了解的观众朋友们呢，可以持续的关注哈。那这个要持续关注我们的一个第5人格社交媒体平台以及肯德基官方社交媒体平台。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别的吗？还有就是第5人格这次会和那个 IP Star 潮玩星球，它会在那个上海、广州2地开启5周年的限时活动主题店的活动。那这部分其实大家之前也看过了第一弹嘛，然后第2弹这边主题店的上线角色为梦之女巫、昆虫学者、勘探员、小女孩、那咒术师以及摄影师。然后本次主题店的开业时间是3月12日，也就是后天，对，周日。对，大家可以前往去购买第一弹的角色商品以及品尝主题店的美食。是的，那这个好吃，对不对？同时的话，我给大家看看这个非常好看的这个流沙立牌，真的非常好看观众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哈。流沙立牌很大一份，而且真的特别好看。就整体上来讲呢，真的很棒，然后而且还有流沙效果，真的很棒，非常棒。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不过就是这边也想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因为开业的1到2周内可能就是流量会比较大，所以呢然后一开始也只有第一弹的商品才会上。如果想一次买齐的侦探，其实是可以去避开人流高峰期去前往的。因为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其实库存日子非常多，就算当时心仪的周边售罄了，其实主题店也会提供一个预购单的一个服务，大家可以在店里填写预购单进行购买。OK， 好，我知道了。那是也就是可能店里面存货没有这么多嘛，
对，大家购买完了，可能没关系，我们填个预购单，到时候呢就可以再获得了。对，然后甚至说我们这次的库存其实是非常充足的。如果说呢在IP Star 潮玩星球的合作呢在那个线下主题店结束了，对吧？然后还想购买，其实后面我们会在8月份开启商品的一个线上通贩。然后比如说对这次如果没有办法到线下，那么后续也可以去购买。对，但是得要等到8月份了。对，我们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哈。那太好了，那喜欢的侦探们别错过了哈。后续更多主题店相关资讯，大家可以访问潮玩星球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哦。然后还有最后一位新朋友，猫的天空之城书店。对，然后第五人格呢将和猫空书店在3月12日，也是后天，对，开启线下门店的主题活动，然后前往指定门店完成打卡任务就可以获得限定明信片1张，然后呢完成活动明信片的填写便寄往欧丽蒂斯庄园，将有机会在5周年线下庆典展出，并前往在发布会的现场抽取幸运儿，赢取回声和时装的大奖。哇，这个还是很诱惑的。对，因为就如果选上了，那可以就展出在我们的一个还有我们这个发布会里面可以抽取我们的幸运关注，确实是非常的诱人哈。那这周年庆的活动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想要前往参与的侦探们可以持续关注第五人格社交媒体情报，避免错过哈。介绍完新朋友了，又来到庄园幸运儿的抽取时间。在观看周年庆前瞻直播同时发送弹幕第五人格5载之邀这个口令变了哈，是第五人格5载之邀即可参与回声礼包抽奖。我们将在每个平台分别抽取5位幸运儿，获得6480回声大礼包。心动不如行动，侦探们赶紧发弹幕参与吧！抽取完毕后，统一收集各平台中奖玩家的 ID 信息，打码后会在最终的抽奖环节后制作页面公示。中奖玩家呢可以关注各平台的官方私信切勿轻信诈骗账号，记住是各平台的官方私信切记不要上当受骗了。那我们观众朋友们刷起来吧。对，应该已经刷完了。确实我讲那么多，他们讲之前已经刷完了。对，是的。那接下来的环节呢，就是基于镜上篇了，这个内容呢，我个人是比较的想看的。OK， 那哈皮比较对这块有哪些期望呢？那因为我自己本来也是个比较喜欢看剧情的一个玩家，我之前也是做了很多剧情向的一个视频，所以毕竟我们去年也跳了半年时间嘛，所以我个人呢对这次期待是拉满的。OK， 好的，那我们先说一个时间就是记忆的余烬上篇呢会在4月20号和大家见面。那接下来我们再慢慢来说内容。那首先我们先带来了一个剧情的先导片，那请大家先来看一下。前面还是一如既往的抽象，但后面他是谁呢？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换了一个场景？对，换了一个场景，这是不是跟我们的一个记忆的余烬版本会有一些呼应呢？
不一样的变化，对吧？对，那首先就是刚刚 Happy 也提到了 PV 里面其实出现了一个人，这位呢其实就是我们庄园即将迎来的一个新访客，爱丽丝·德罗斯。然后他不仅是一位求生者，他还是一个玩家站在一个全新的视角，这以记者爱丽丝·德罗斯的身份去探寻庄园背后隐藏的秘密。他这次其实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你懂？Happy能理解是什么意思？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哈，观众朋友们，我的理解是，之前我们是侦探的视角，侦探回到庄园的视角，那这次是以他的一个全新记者的一个全新视角，对，去访问庄园是吧？是的，是的，也就是说，不仅是这样子，那德罗斯他会代替侦探，代替阿尔菲斯站在大厅。也就是我们大厅的界面有可能会变成他的视角吗？这么说就是我们大厅的那位主角首先会替换成了那个德罗斯，因为我们本次就相当于是阿尔菲斯的剧情故事到了一个段落，到了一个节点结束了，然后呢，我们进入了德罗斯的一个节点，然后去讲述他来到庄园之后的故事。那么，因为他来到庄园之后，时间线其实是更早，对，所以呢，我们整个的所有大厅场景会发生一些变化，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界面其实也会发生一些变化。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变化在哪里，然后我们再来讲解这部分的一个内容。好的，OK， 我惊了，基本上大翻新了。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原因是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因为时间线变了，所以来到的那个庄园其实还在运营，那所以呢，就是我们本身的那个场景会就是变得更加明亮。对，之前其实是经过了火灾被破败了。对。还有第二个是 UI 界面也发生了变化。那为什么UI 界面都会发生变化呢？是这样的，因为原来的界面是在阿尔菲斯的视角下的。那通过重逢之时的资料片，大家可以知道，阿尔菲斯其实在剧情里是一个受到药物影响，对，所以他所观测到的世界呢会变得破败无序。那随着主线剧情的更新，那德罗斯小姐她其实是一个更加积极坚毅的角色然后她来到庄园之后呢，就是整个就是时间点来得更前，所以呢靠前一点点，对，所以大厅场景也是非常的明亮，那 UI 设计也是非常简洁，对，就它的那个笔记本会显得非常干净，对，很好看，对。然后与此同时，我们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个版本变迁中，也是做了一些优化，比如说大家以前在使用率非常高的推理致敬，或者是然后阅读日记，我们其实都是拉到了那个一级界面，然后呢，我们还新增了像那个背包。对，背包可以放大家的体验卡还有解锁卡一些道具，还有所有的，比如说排位加分卡这些东西都会有。然后还有就是新增了剧情回顾，对，然后还新增了那个就是推理致敬里面那个小人，很可爱。我刚刚一眼我就看到他了，好可爱OK， 真的非常可爱。还新增了一个地图的一个平面图，然后能够前往就是当时还在运营的各个场景。对。
哦，我的理解就是，之前我们的剧情呢，前面都是侦探的视角嘛，侦探视角呢可能有受到药物的影响，有些不太真实的感觉，或者有些混杂的信息。但是如果是记者视角进去的话呢，那个时间线呢正好填补了中间空缺的那部分。而且很重要一点，我个人哈，刚刚那个推理之间那个小人真的是太可爱了。OK，不过呢，这边其实也要说一下，就是我们剧情的更新其实更多是引入德罗斯这个角色本次。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记忆的语音上片，它只是一个上片，有点像阿尔菲斯进入到庄园，哎，卡在了1-18。哦，记得吗？那下片不会3年后吧？不会，我们下片其实也会在今年做完上线的。哦，好，可以吧？可以的。好，希望好。没问题。好，那刚刚我们也知道，他不单单是一个侦探。侦探的话没有参与到我们游戏当中嘛？那我们这位记者，我们新角色他会参与到我们的游戏里面吗？我纠正一个小错误，侦探也参与到了，小说家对不对？对，小说家也参与到，对，确实。然后那个他就是会这次也会同时作为一个求生者，作为一个新角色求生者，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庄园。对，那他是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个人比较，这个其实是大家之前就是呼声非常高的女性救人位。哦，女性救人位哦，我贼担心，我担心又出一个，那就可能就比较的。OK， 了解。确实哈，女性救人位呢，现目前为止就只有空军嘛，比较少。对。那这个那到时候也听说会上线那个更新帖包，对吧？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次呢，整个会在4月20号上线嘛。那上线的时候，其实会虽然我们核心的更主要的内容在下半年，但是这次其实也有非常丰厚的奖励，我们会准备20个精华宝箱。就是这个新的那个新的这个角色它所对应的时装。对，什么时候呢？到时候就4月20号，4月20号，对，会有20个精华宝箱，以及这个新的求生者记者爱丽丝德罗斯也会作为版本福利直接送给大家。就是它不需要我们再去用线索购买啊，也不需要我们抽真宝赠送这样子，直接赠送给我们。直接赠送，所以这个宝箱其实是这个角色它所对应的时装宝箱。我明白了，反正角色我就可以给大家都玩。但是呢，时装呢我们可以抽，是这样子理解的。然后伴随着这个主线版本的更新，其实我们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体验新版本，所以我们对包体也是进行了一些升级。所以大家到时候也是需要去前往应用商店，就是重新下载。对，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其实本次也会对包体进行一个优化。整体的内存其实会比现在要小。那就是整体优化了嘛。对，但是可能感知上不是这样的，因为大家其实更完之后会要重新下 patch，要下补丁，还要重新下分包，所以感知上可能会比较，就是下载好多东西，下载这么多东西。但其实对于手机整体的一个内存占比是减少的。理解了哈。对，然后刚刚其实也就是所说的上篇嘛，上篇目的就是引出这个新角色，那下篇就是会包含更多的剧情，包含新地图，然后新角色，还有活动的玩法。是的，然后也确实感谢大家的一个耐心等待吧。是的。最后呢，也是我们的一个福利的环节啦，观众朋友们。那观看我们周年庆前瞻直播，同时发送弹幕“第五人格记忆余烬”，即可参与回声礼包抽奖。我们将在每个平台分别抽取5名幸运观众，获得6480回声大礼包。行动不如行动，侦探们赶紧发送弹幕参与吧！抽取完毕后呢，统一收集各平台中奖玩家的 ID 信息，打码后会在最终抽奖环节后面制作公示页面的。中奖玩家也可以关注各平台的官方私信，记住是官方的私信哦，切勿轻信诈骗账号的。第五人格记忆余烬，对，第五人格记忆余烬就是这次主线版本的一个名字。对，是的，没错啊，第五人格记忆余烬，大家不要错了。那这里呢也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哈，最近不是5月份了吗？有个很重要的深渊的呼唤的活动，有没有什么就地点啊什么之类的告诉给大家呢？其实你说的就是线下的总决赛，对吧？对。总决赛，总决赛是不是 ？OK COA 总决赛，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完全定这个地点，但目前在沟通的是杭州，然后确定了之后，其实会在社交媒体平台跟大家去那个公布。我的理解就是，现在呢在杭州这边在沟通当中，如果确定了的话呢，那就正式公布。
正式的给大家公布，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所以其实是就是通过这儿。就是跟大家说了一下这样的一个进度吧，但确实没有完全确认，所以我们原本也没有计划在这个时候说。对，然后你挤出来了，说就说了，挺好的。对，然后我们本次其实直播也即将结束嘛，那么我们也会有一个就跟以前的直播一样的福利，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那个直播间的一个兑换码，可以在那个兑换网站去或者游戏内兑换3个记忆珍宝。然后这个兑换码其实也非常简单 ，IDV 就是第5人格，对，然后后面是5周年生日快乐，对，第5人格5周年生日快乐。然后也确实感谢每一个在屏幕前观看到现在的侦探们然后也非常感谢5年来一路的陪伴，然后以及大家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理解还有支持吧。好，那观众朋友们这个时间呢过得非常快了，以上就是我们这前瞻的内容了。观众朋友们记住，一定要赶紧兑换，说不定3个珍宝，就出了你喜欢的时装，对不对？好，那我们这次的周年庆的前瞻活动呢到这里，相关的内容呢可以去我们第5人格的各个社交媒体去查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结束了，拜拜，下次见，拜拜。